thick and thin, enough to know that I would rather not go through life without you. And in the end, I'm just glad we're friends. And in the end, I'm just glad we're friends. This life keeps moving on, and we keep moving with it. There's been some ups and downs, so I'd like to take a minute just to say I am here to stay. 'Cause in the end, I'm just glad we're friends. I can't pretend I'm just 我们现在来试着发动这部300 G1，在还没有整修之前，它为什么它引擎会过热啊？我们先来试着发动啊。我们看现在水温大概在40多啊。OK 啊，发动。OK 哦，发动还是 OK 的，好，转速是在800，是 OK。啊，水温大概只有40多，哇，大哥来加油看看，哇，跳不上去会顿，跳不上去，我一踩油门它就会顿了，油门上不去，我试着慢慢的加油看看，哦，油吃不到。供油不足，加油，加油，上不去，我已经有放炮了，供油不足，很严重的供油不足，所以这车子一定会过热。OK， 好，等大哥把它整修之后呢，我们再来好好的测试一下。OK 啦。这颗分油盘的流量测试，好，我们来做全油门的，我们来做1分钟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来看看这颗分油盘在没有整修之前，它的供油量是什么样的情形。OK， 好，大哥打开供电啊，打开送电门，好，定时器设定1分钟，好，开始。目前这颗 M103的分油盘，它的标准出油量应该在150到170啊，这在大哥的机台上面。我们来看看，这部300 G1的这个分油盘，它现在到底出现什么问题？为什么起步的时候会吃不到油？也就是说，不能够正常的踩油门，你必须要轻轻的踩油门，它才能够，车子才能够前进。那这个就是造成车主说他引擎过热的一个严重的现象。OK， 好，时间到，关闭定时器，关闭电源。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1缸、第2缸、第3缸的出油量都在130，第4缸120，第5缸125，第6缸也是125，跟它标准的150到170之间，很明显的，它的供油量就少了20-30 ml 左右，所以说这个分油盘堵塞了啊，造成它的供油量不足，所以说引擎会吃不到油。等大哥把这颗编号，我们来看一下
20968的这一颗分油盘大概整修之后呢，我们再来做测试。我们的目标是这个分油盘把它整修到1分钟的出油量大概在190的 M104的供油量可能达不到，但是至少应该会到170现在是看到130，至少170。也就是说，它150的低标到170之间的高标，可能要170以上那这个绝对就不会造成这个供油不足、引擎过热的现象。今天大哥的目标就是把这一颗标准的 M103的分油盘让它恢复正常把它清整修以后，让它标准的出现目标，让它达到比原有的出油量能够多个30%那来迎合他们厂方宾士厂方所设定要用 M104多30%的供油量来给 M103的引擎体的来做个一点补偿。好了，那今天话讲这么多之后我们来看看这颗分油盘从林口的300G 拆下来的，为什么它的会产生严重的供油不足的现象引擎圈发动之后，油门一踩就吃空气吃不到油。那原则上，在大哥的机器台上面 ，M103这颗引擎这颗分油盘，它的供油量应该在150左右，150到160，150到170之间都算合乎标准的。当然，如果低于150，那就是严重的供油不足。那就是供油不足，那当然可能是因为内部阻塞的关系。那刚刚我又讲回到这个 M104 M104在大哥的机台上面，它的供油量应该在190。OK， 假设以160跟190就差了30 mol， 那所以说至少104的供油量，分油盘的供油量比 M103的供油量至少多了差不多多了30%。OK。今天我们要做的科目是这颗编号20968的宾士1993年300G1 的分油盘完修的流量测试。这个分油盘大哥在还没有整修之前有测过它的1分钟的流量。它的流量大概在130到130上下。好，那这颗分油盘它因为它是属于300G1 用的规格，所以说它的这个分油盘的正常的出油量应该维持在170。好，它最低下限是170左右。那经过大哥整修之后呢，我刚刚有先测过，流量已经达到我们要求的170。经过整修校正以后，我们来做一次完整的完修流量测试，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第二个阶段是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我们现在开始进行第一阶段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好，大哥打开电源，好，打开定时器，好，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因为这个分油盘在还没有整修之前，它在车上踩油门的时候就会吸到空气，要慢慢的踩油门踏板。那如果说我们正常的加油，
它会放炮，车子跑不动。那这个现象就是因为堵塞，分油盘堵塞所造成的。那我们也测过它的故障前的流量大概在130，那我们的目标是在170左右。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次测出来的结果是多少？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1缸、第2缸、第3缸、第4缸、第5缸、第6缸几乎都在160左右而且非常的平均，几乎没有误差。那厂方要求是15%的误差范围，然后目前我们看出来它的误差远远低于厂方所要求的。几乎是零误差，如果严格讲起来，应该超过3%左右接着我们要来做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接着我们要来做的是这颗1993年宾士的300 GE 的6缸分油盘，编号20968的第2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好，大哥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打开电源。好，开始。刚刚我们经由1分钟全油门测试的流量是在160，在160。那在这个分油盘在还没有整修之前的出油量是在130左右，误差就差了30ml，160的30ml就已经达到20%左右的误差了，所以才会造成这部车子在踩油门加速会测不到油，而且相当的严重。等这个阶段在大哥机台上测试完成以后呢，我们最后会在回装到引擎上面，然后做实车的调整测试。那由于这个阶段的时间长达10分钟，所以我们的测试影片会分成2个部分。等时间接近的时候，我们再回头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宾士300 GE 的6缸分油盘，它的编号是20968的第2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这个分油盘是在从是台北林口的300 G 车上拆下来整修的分油盘。我们现在做的是第2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好，时间到，关闭定时器，关闭电源。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1缸、第2缸、第3缸的出油量都在200，第4缸198，第5缸也是198，第6缸是215。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测试的目视结果看下来，应该在3%以内，算成绩相当优秀，完全符合厂方的要求。那这颗分油盘，下次等大哥把它回装到车上，然后我们再来做一个实车的调整测试。
来看它的结果。好，今天的测试到此结束了。